家人们，根本找不到工作呀！辛辛苦苦读了个985研究生，根本找不到工作。我小时候觉得我长大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感觉我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无法想象吧？如今00后整个职场几乎是夭折，因为他们根本就进不了职场。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大学毕业人数预计达到了1222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当下失业率也再次创下新高。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是1179万人，就业率仅有 55.5%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每2个毕业生就有1个人找不到工作。而2025届的毕业生又增加了43万人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这还只是中国官方的表面数据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今年的3月撰文说，2024年大学生实际就业率低于 55.5%， 在 30% 到 35% 之间。假如平均就业率是 30%， 总失业人数就高达 2805.5 万人。那么这23-24届大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，25届大学生又该如何挤进职场生存呢？找工作真的很容易让人崩溃。我前2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，他原先跟我说只有1轮面试的，结果不仅 HR 面试 ，HR 面完试还要那个外贸主管面试，然后我回来他跟我说等通知，结果他又让我今天去再去面试一下，说他们老板要再面一下，我今天下午就去面试了，结果那个老板问了我50-60个问题，而且问的都很细的问题，结果我今天问他面试结果，他说还要等明天之后才知道，我就很好奇为什么面试一个那么复杂，他们是想让我工作，他是想让我毕业2年，但是却有3到5年的工作经验是吗？这工作真的会让人很崩溃，并且对自己很没有信心。不能哭了，我就哭了1个小时了。其实我很坚强的，就是今天就是有点崩溃了。找工作太难了，就像今天上午我去面试的那一家，他问我你在大学都干了啥？我说我考了证书，我去挣了钱，创了业。他根本不鸟我，他直接就说下填表。然后呢，我当时我就想死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就想，我刚出来，我不能那么，然后我就老实坐在学校了。然后当时嘛，他看到我学历上可能学校太差，他就直接说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然后我说等多少天啊？然后他就说，没让我看不上你才满意是吗？我当时整个人都愣在那里，我这样迷茫的人，无感。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太突兀人了。我直接他手里面我想我的简历我就走，然后就走。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们这些普通2本的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院，他们连一个正面都没有给我。现在的学历怎么这么廉价？因为我花了10几年的时间，本科研究生我就花了7年的时间，每年的学费有10800。我在面试完面对这样的2500块钱的工资，我承认我确实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只顾学习的，我脑子里面只想着拿奖学金，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，我就想让家里减轻一点负担，然后我也可能没有什么脑子，我不会去搞点什么事业做，就是只会做一点点的兼职，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所以在工作就是那些 HR 问你有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没有，所以你们说只配得2500的工资，我承认我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。发这个视频不是想让大家同情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，有多少是真正的走下了那个高台，活下长山，去接受低薪的普通的工作。大学生、硕士、研究生这些学历在经济大衰退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，甚至让不知情的外人吐槽1000万个大学生都是废物。但是事实又是什么呢？今天是2025年3月27日，我刚面试回来，说实话，我真的绷不住了。我记不清楚自己到底面试了多少公司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投了多少简历，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去参加了多少招聘会。我感觉我身边好像朋友都拿到了自己心仪的 offer， 只有我没有工作。
本科的学历，特别是普通本科的学历，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。我感觉本科的学历就是一张废纸。在西安，在一个巨大的3500的城市里面，3步一个销售，5步一个客服，教培的尽头是续报，五险一金没有一金。单休就算了，还是周内休，周内休就算了，还分大小周，这个世界是要干啥呀？我看到有一条高赞的视频，说现在每年1000多万的大学生就是1000多万的废物，我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废物。我是安徽的，是一名应届毕业生。原本我以为我找不到工作已经很惨了，但是这个专家说，当代的大学生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人，除了找不到工作，也没有强健的体魄，也没有良好的习惯，也没有伟大的梦想。10个里面有9个半是戴眼镜的，有8个是挑不起单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我们中国中式教育影响下，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承受着全世界最苦的学习压力。你知道吗？甚至还经历了最严格的高考，这些都还不够。像现在毕业了，找不到工作已经很难受了。如果说想去考公、考编、考研，那更是不知道该怎么选。我们牺牲了10几甚至20几年的自由和青春，结果却换来了你们评论我们这些大学生是一群废物。现在是凌晨3点49分，有4秒，躺在床上数着羊，一边数着焦虑。二幺硕士毕业快5年了，马上也快30岁了，每天不是在刷智联，就是刷 boss， 人都被刷得像吐了。每天至少有几十份简历，要么一读不回，要么就是念完之后就没有下文，就帮人刷 KPI。身边的人也都在说，研究生很找不到工作。如果你身处的是夕阳行业，再挣扎，那都是徒劳的。人力在大势面前，有时候真的很无奈。而且现在你去看那个工作招聘，好多他都把那个年龄要求是30岁以下。每次看到这个，心里就是拔凉拔凉。想转行吧，有没有经验；想躺平吧，客观条件不允许。我是2025届的文科硕士，从去年的秋招到今年的春招，一直截止到4月份左右吧。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，简历投了大概8000份，然后秋招的这个招聘会每一个都去了，然后大家可能是觉得年龄有点大，然后包括各个方面吧，可能文科硕士真的很难找工作。我不知道是真的大环境很差，还是因为我自身的原因。在校研究生期间，我也在不断的拿奖，拿了一些国家奖学金，拿了各种科研的一些设计奖，还有一些跟着导师做了一些省政府的一些设计项目，但是毕业却找不到工作。父母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，我感觉现在挺没有脸见他们的，然后也不敢联系父母。我现在真的什么工作我都找了，真的好难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睡不着，每天都试图让自己忙起来。我感觉这辈子我的人生可能就这么完蛋了吧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倾诉，也就只有在互联网这片区域能稍微的敞开心扉了吧。什么金融传统制造大厂，他们早已是苟延残喘。再看这几年出现的新中产互联网、教育和地产3大行业，互联网早已进入饱和后的白热化竞争状态，裁员降薪也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教育行业也是很惨，多家大型企业直接消失，地产就更糟糕，龙头开发商接二连三的出事破产。也有人说，不是还有新的科技、新的能源吗？但可怕的是，之前比亚迪招聘上万岗位，如今招聘名额却直接减少了整整1大半。既然不好找到工作，大家想着赶紧去考公务员吧，至少还可以混个铁饭碗。但问题就是这几年公务员也开始缩编降薪，再加上延迟退休的新政策一出来，直接夺走年轻大学生们的希望。
虽然哭着也是很尴尬，咱面对镜头也不会说话，但是还是很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。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，然后还是处于备考编制的状态，但是这个就是他现在招的实在是太少了。我们临沂地区一共就招4个我这个学科的，4个，整个市招4个，加上职业学校的应该是还有2个。现在真的是毕业即失业，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要上师范，就是人的一整个青春打进去学师范，毕业发现找个工作都非常困难，连当个老师都当不了。那多少师范生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工作，啥也干不了。现在国家又对于老师的需求好像真的是没有需求了，一年招这几个，一个手都能数过来，我们怎么考？我感觉就是考不上，不是根本就跟付出的努力没有关系。这时，官方又开始鼓吹大家要拓宽就业方向，脱下孔乙己的长衫，比如做滴滴、送外卖，或者当个网络主播、做直播等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这个看似办法的办法，再次将年轻人推进了火坑。好，工作找不到，然后说，哎，大学生要创业，大学生要去做自媒体，怎么样。好，我就开始疯狂的刷帖子，我怎么样做自媒体？我去刷小红书，说什么啊，图文做什么样的带货，说什么，甚至今日头条的都有啊，教你怎么样去拍。可是我看了那么多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具体要怎么去操作，具体我要拿我的哪个方向去做，我具体要怎么去拆分，怎么去拍，怎么去剪。所有人都告诉你一个概念，没有人告诉你我具体应该怎么样去做，也没有人告诉你这样去做到底有没有一个结果。那些教你怎么赚钱，怎么卖课给你的，都只是想着赚你的钱啊。那对于我这种韭菜呢？那对于我这种小镇做题家呢？啊，有没有谁给我一条出路呢？啊，有没有谁就是说真的是不是想要赚我的钱，而告诉我该怎么赚钱吗？有吗？有这样的人吗？没有。哦，我们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。什么文凭啊？我本科。从事餐馆干不干？工资3500。不是，我本科学历啊，而且您还没有问我是什么专业呢。多大年纪了？36。火葬场保安，工资4000。不是，我本科学历啊。没事，到时候我们托关系让你进去上班就行了。如果有人问你的话，你就说你是初中毕业，千万别说漏嘴了，要不然人家知道你文凭之后要开除你的。为什么？一包软中华3块钱卖给你，你买不买？那我肯定不买了。所以啊，你说为什么？不是，您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是说我是本科学历，我觉得凭我的你都36了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餐馆3500，保安4300，你干哪个？保安。总之，现在中共治下的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。社会上的劳动岗位不是问题的根源，决定岗位数量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模式。曾经的泱泱正统中国在哪里？如今的党又要将人们带向何方？这成为了全球关注的话题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